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呢，咱们来聊百草啊，给大家讲一种植物，叫做松针。松针呢，顾名思义啊，就是松树当中的这个叶子，咱们把它称之为松针。松树啊是四季常春，松针此乃仙人娘。以前古人啊讲过一句话，叫做家中备松针，从此成仙人。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说以前孙思邈当中讲的啊，说松树为百木之长，此乃仙人娘。以前的古人啊特别推崇松针，你看道家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叫做松鹤延年。以前人说叫寿比南山不老松，讲的就是松针。那么松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告诉大家，松针后面画一个等号，等于什么？等于把我们红色水当中一些不开心的东西啊，给它给去掉。来，给大家来讲一下，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啊。这个呢，我拿一个笔给大家写一下一个字啊，一个木字旁，一个更新的更，这个东西多不多？现在啊，它是什么？其实说白了，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红色的水当中有大量的这种沉着的这种积淀的这种东西，慢慢的在逐渐的形成一个小小的山坡。这个小山坡是啥？它只要被水流一冲走，冲到了我们的新大宝这里，它就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一往上冲到了我们的这儿，那就是半边能动，半边不能动。你想想看，这种类型的人多不多？我告诉大家，现在非常的多。如果大家最近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网上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包括明星啊，都会遇到这些事。而且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就是快字。快到什么程度？在这儿就3分钟，基本上在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有很多的人是什么？他是在这里总是搅着，总是闷着，然后开始上了一个小架子。这个小架子，你别看它小，3万5万一个。咱们家人朋友们记好了，小架子一上，后面你就快乐不起来了，笑不敢大声笑，生气不敢大声生气。你说怕不怕？那么这个小山坡怎么来的？就是从一种东西演变而来。这个小坏蛋叫什么？叫做小脂质。大家记好了啊，这个小脂质就是我们讲的红色水里面的，它跟它混在一起，它会让我们的红色的水变稠，和小鸭鸭和小糖糖齐名的小脂质。咱们有很多人，我要没说的话根本就不关心，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当它和你红色水混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这个水流就会变得非常的粘稠。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啊，他特别憋着慌？有的朋友啊，这里闷着，有的朋友这里啊感觉到一阵的汗，有的朋友感觉到绞着的感觉，就是因为稠了。他去大房子，他看不出什么太多问题，但是其实就是因为稠了，这个工作压力会明显的增大。还有一些朋友啊，每天坐着他就感觉到累，往这一坐，头上面就像套着一层雾一样，这是因为啥？这是因为你的红色的水流上去它上不去。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其实生活当中一些细节他没有关注。如果你关注的话，你会知道这种东西离我们很近。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讲的麻了啊，麻辣香锅的这个麻。来，家人朋友们看好，这种有没有的？手和脚的莫名其妙一震，是吧？而且它特别有意思，它不是2个手同时来，它都是单边的来，这种有没有的？是不是？然后除此以外，咱们记好了，有的朋友啊，他这个手上50岁到60岁，明明年纪不大，他上面有一颗一颗的这种老年什么斑的，或者像闪电一样的纹路，这种纹路都是紫色甚至发乌的。这种类型只要一出来，它一般是在手脖子、脚脖子，因为离我们这儿远啊，它只要稠了，坏的东西带不走，这个地方首先会出来啊。出来了以后，记好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提醒你了，你会看。那么你就会提前做。你如果不会看，你不重视它，那么对不起，它后来将会有千百倍的这种压力压在你的身上，你会透不过气，甚至整个家庭都会因为这种东西啊垮掉。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记好了啊，我们一个手上，一个脚上，还有一个是舌头上。舌头往上一顶，你看舌头的下方，如果上面出现2根粗粗的大绳子，颜色特别深，一定要注意。这都是他在告诉你，小梗子啊，在告诉你。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要聊松针。松针里面有大量的好的东西。首先第一件事，它能够把我们的这些小脂质啊，给它慢慢的吃掉。就是我们里面如果已经开始有了，但是呢，这些东西啊又特别稠，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找松针。
以前的古人是松针煮水，煮完水以后大火收汁，变成这个松针水啊，每天去喝，它对我们里面的这些小脂质啊，就像橡皮一样，逐渐擦掉。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这些小山坡，像水沟一样的，它有慢慢的腐蚀的能力，把它一点一点吃掉，但是速度会相对而言较慢。第二件事呢，就是松针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花青素，就是说抗氧化能力啊极强。我们有很多人为什么叫久服松针而不老，仙人余粮就是这么来的，就是很多人吃完以后，哎，发现自己的状态逐渐的往上走了，这就是因为里面有前花青素。所有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松针里面好的东西非常多，但是呢，我们不是每个人这个松针，不是每种松针都行，也不是每个人家里面后面都有松针树，对不对？我们取用的松针一定要赤松和马尾松这2种品种的才行。一般现在的人吃什么叫做松针油？松针油1个月吃完以后，我告诉你，真的是前面和后面天差地别。像我自己就是已经开始吃松针油了，而且感觉还真的不错。所以呢，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家人朋友们，松针油啊，其实我自己买的时候也踩过坑，而且这个松针油啊，目前来讲是五花八门，不是每一种松针油都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东西。那么今天我把我自己吃的松针油啊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看一看什么是好的松针油。那么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接下来我会把松针油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个呢，就是我自己在吃的松针油。那么松针油的好坏怎么辨别呢？首先大家要知道，目前的环境当中啊，它只要是含有松针的，普遍都叫松针油。那么我们怎么辨别好坏？第一种，记住一句话：6斤松针1滴油。松针油要好的，它一定是它的含有量非常的高。你看咱们的这个松针油是95%的一个含有量，那么有的人他用的松针油呢，可能就40%，甚至不标明，它就不写在上面。大环境当中认可的含量是90%，我们是95%，多了5%，但是整体的成本绝对是非常的高的。第二件事就是松针的品种，不是说普通的松针就行啊，你随便在路边上拿一把松针，这个不叫松针油。松针油一定是要用赤松或者马尾松提炼出来的油才叫松针油。咱们很多人不了解，你看好咱们这个品牌益金堂啊，松针油是专门做松针油的一个品牌。好的松针油拿在手里是什么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一定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呢，有很多人不知道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大家注意看，松针油啊，它是非常宝贵的，我轻轻把它咬破，它里面的味道啊是微微的发苦的。而且呢，这个松针油啊，它微微发苦，它并不是冷的，并不是热的。松针油的味道呢是味苦而甘，就是说你吃到嘴里面它会有回甘。然后呢，有的朋友刚开始吃会打嗝，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松针油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哪怕遇到再难以不好处理的地方，在里面走的。我们松针油只要进去以后，它就会像什么？像小橡皮一样，把这些难啃的地方逐渐的让它没有。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松针油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好油难求。你在外面大环境当中，甚至你要有的人他出去旅游、出去玩，看到这个松针油啊，动辄800，动辄1000多。他看到这个东西好，他想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真正好的松针油都是在我们这儿，因为我们才是一个把这个松针油的一个原产地，我们大量好的东西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我们这里才有大量的赤松和马尾松。现在还有很多人吃鱼油，大家记好了啊，松针油。我父母吃鱼油吃了4年，我让他们别吃了，为什么？因为松针油当中里面有的很多好的东西，鱼油当中并没有，而且现在鱼油呢也不建议大家去吃。好了，这个松针油啊，大家记好了，早上1颗，晚上1颗。你吃之前的时候拍个照，舌头下方拍个照，吃完以后就这1瓶吃完以后你再拍个照，1瓶里面60克，咱们1瓶能吃1个月，你看看什么叫好的东西。咱们所有的朋友啊，很多人你记好了，花小钱办大事，我们一定要把很多问题放在前面。当你把很多问题在前面去做，那么我们的这个东西慢慢的它就没有了。你会发现你整体的状态逐渐的往上走，因为你转的速度更快了。这个红色的水啊，好的东西能够转起来了，你的整个状态也将不一样。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夏天到了，这是一个瘦身减脂的旺季。你会发现，但凡到了夏天，身上有着肉肉的地方不好藏了。原来冬天啊，穿一个长袖子还好藏一藏，现在啊，穿短袖子全都露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啊，在夏天啊都特别的焦虑，想把自己的身材啊瘦一瘦，穿一些更好看的衣服，让自己的身材啊凸显出来。那么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个瘦身的方法。这是一套非常好的动作，你只要能够坚持去做，每天做上2次，每次3到6分钟，你会发现，只要你能坚持7到15天的时间，你的肚子这一圈，包括你的腿部，都会慢慢的瘦下来。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我一起去练。我们现在来开始讲方法。首先呢，这个动作的核心要素啊，就是一个字抖，百念不如一抖，就是这么来的。你看，把腿先颠起来，然后左右腿交替的去这么颠。你看这个动作是不是像超慢跑啊？腿要分开来啊，像分开来这么去颠。颠完以后呢，这个手啊其实不是这么放的，我只是让大家去看一下，注意看我的腿啊，这么颠，快速的颠，身体慢慢的往下沉，腿快速的用你的脚后跟撞击地面，看到没有？撞击地面，先开始是踮脚，然后慢慢的身体往下压，蹲下来，然后用你的脚后跟撞击地面。在做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一些不需要的这些肉肉啊，就开始疯狂的抖动。感受一下，咱们把手机暂停，感受一下，是不是连带着我们的腰腹都开始抖动？好了，这个时候其实还没结束啊。当你能感觉到这个抖动的时候，已经入门了。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把我们的里面的肌肉在发力的肌群再收紧？怎么收紧？把手你看这么往前去放，你手可以做一个超人的姿势啊，握拳，也可以双手怎么样交叠在一起，放过我们的头顶，身子往下俯，快速的抖动，保持呼吸频率。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身体往下沉，头可以低下来啊。慢慢的感受，逐渐会发现你的腿酸了，腰部、腹部开始酸了。然后我们保持匀速的呼吸。当你感觉这个酸的感觉开始难以忍耐的时候，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啊，我们是这么慢慢的这么去做，不要完全就休息了往那一坐，或者站在这不动。休息的时候慢慢的做，把你的心率降下来。心率慢慢的降下来，感觉讲话的时候和别人不是那么喘了。这个讲话的时候啊，能正常的讲一句完整的话。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率就已经降下来了。然后继续第2轮，身子俯身，手摆动起来，慢慢的把身体往下压，保持好呼吸的频率，用你的整个脚后跟去撞击，啊，后背挺直，不同的角度看一下。保持匀速的呼吸，好，就这样去做。当你喘了以后，再如此反复啊，腿就这么晃，就这么你定时啊，一直反复3分钟的时间。然后，比如说你白天做上一组，晚上做上一组，一天就6分钟，坚持7到14天，你会发现你的腿怎么样？有力量了，循环状态变好了，腿也会瘦了。然后你的腰腹部也会感觉有力量了，去摁一摁，不像以前那么松软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一定要把它学会。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一说到湿气，很多人就开始头疼。你别说你头疼了，就是多年的这个大夫啊，看到了以后也感觉头疼。为什么呢？古语当中啊，千寒易去，一湿难除。有多少朋友们被湿气一缠就5年、10年、15年？最近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小区的这个天台顶上啊，有一群大爷大妈，然后呢，男的呢就把背露出来对着太阳。女的呢，头上包着一块布，就把背对着太阳。每天我去晒被子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他们。然后我就打趣啊，和他们聊天。那我发现啊，他们其实对一些地方啊是有误解的。那很多人说啊，这个呢，其实我知道叫做天灸，就是借天上的之火啊，去把我们身上的一些不好的给去走。而且呢，他讲的也头头是道的，说在夏天呢，这个时候啊是天火啊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火力旺，你借它的火就能把身体当中的一些水湿湿啊给它请走。其实呢，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和大家去讲一下，
你们在夏天的时候，哎呀，不要盲目的去晒太阳，特别是春夏之际。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你被湿气缠着了，也不是靠晒太阳去这么晒一下就能把这个湿水请出去了，也并不是说你身上出的汗越多就越好。说到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记载当中的一个故事。那么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这个湿气从早期开始它并不叫做湿。以前的大夫呢，他认为啊，这个东西啊，特别的难缠，而且呢，这些症状啊，他知道，但是呢，不知道取一个名字，各地叫的方法也不统一。后来有一次，有个比较厉害的人，名字我就不说了啊，他在行船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小河当中行船，他突然掉到了水中，因为没站稳嘛，掉到了水中。掉到水中以后啊，身上的衣服啊都湿透了。湿透了以后，船夫赶紧把他捞上来。捞上来以后，哎呀，你要知道，身上的衣服啊，一旦沾了水以后会怎么样？是不是会变重？所以把它捞上来以后啊，他第一感觉就是感觉自己的身上啊变重了，同时呢，这个水啊紧着自己的这个绸缎，然后把身体啊包裹得紧紧的贴在身体上面，就感觉特别的难受。而且它缠在身上以后啊，你想把它扒开来，这边把它刚想透一透，那边又贴上去了，就特别的难缠。然后呢，这个湿水的呢，它都往下去走，同时呢，还是感觉一阵风刮过来变冷。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了，不如以后就叫做湿气，那么湿气就因此而来了。当然这只是记载当中，那湿气来了以后呢，那有的人就想了，以前的人啊会看天啊，就说既然叫做湿气，那么借天上之火就能把它请干净。其实呢，慢慢的这个流传下来以后，很多人就认为了啊，说晒晒太阳就可以。其实晒太阳是好的，夏天晒太阳也是好的，但是你记住啊，有的人湿气重了他就虚，而虚呢不受补，本身身体就虚，再一晒太阳，很多人他扛不住的，这个火的威力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住了。所以呢，在这里我分享给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从我们的师门当中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方法叫做扶阳七君子，是借脚底之口去把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水湿给它抽出来，同时再把阳气从脚底给打上去。说到脚底，咱们一定要听过这一句话啊，叫做湿气喜聚足底，涌泉为其泄口。涌泉堵则湿气聚，阳气消；涌泉通则湿气散，阳气生。所以涌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重要。你要记住啊，夏天的时候可不仅仅是祛湿啊，很多人只单纯的看到祛湿两个字，而没有看到它前面的两个字叫做什么？叫做扶阳。老的大夫啊都知道，想要把湿去了，先把阳给它升起来，因为两者本来就是相互对立，阳升则湿降，湿升则阳消啊，所以说湿气往上走了，遮天蔽日，你的阳出不来，而阳往上走了以后，你看阳光普照，这些水湿这些雾气慢慢就消散，所以先把阳给提起来。而这个扶阳七君子刚好是在脚底，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时机正好啊，可以事半功倍，把它贴在我们的脚底就可以。那么扶阳七君子是什么呢？我拿出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赶走了顽固的湿气。这个南湿足贴啊，在我们的师门当中对外你是找不到的。这个上面写着扶阳七君子，给大家读一下啊：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就这么7样组成这一个小小的贴片。把这个贴片每天晚上就贴在脚底的涌泉，然后第二天睡醒就把它撕掉。我们坚持去用上49天，有的人呢是39天，有的人呢是将近2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正负他们有个10天，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同，轻重急缓也不同。那么这个南湿足贴我自己啊也用过，有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自己特别的沉，然后每天就感觉特别的累，特别的乏，而且那段时间上厕所的时候啊，不瞒大家说啊，都粘在马桶上面不成形。我自己一看我就知道水气啊重了，舌头一伸出来以后啊，上面白白的，两侧还有这个齿痕压着。我当即啊就喊我的师兄啊给我寄了这么几盒南湿足贴，我贴在脚底，第二天一撕下来以后，我当时一看，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物质，而这些物质就是藏在我们脚底当中的湿气。
这些湿气藏在脚底以后啊，如果你不及时的把它去请走，那么它就会把这个口给堵住，你的阳就上不来。所以我当时一看到以后啊，心里面咯噔一下，然后每天去贴，慢慢的发现撕下来以后就没有颜色，没有那么重了，一天比一天轻，而且慢慢的脚底上面也没有那么黏糊了，逐渐的就清清爽爽的。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我们的很多粉丝、家人朋友们，他们用完以后有的给我拍照片，有的和我聊天，我发现很多朋友啊，他的这个真的是惨不忍睹，照片一发过来，哎呀，我看到眉头都皱起来了。然后他们给我说大伟啊，你这个东西啊，哎呀，真的是竖大拇指啊。他说我自己啊能明显的感觉到，你看我的脾胃啊，感觉状态都好了。为什么？因为这里啊它容易聚着，把它赶跑了，它的工作环境好了，工作能力啊就增加上来了。而且很多朋友啊说，哎呀，真的像感觉就是穿着这厚厚的棉袄脱掉了一样，原来都怕风的，现在这个风啊都不怎么怕了。夏天的时候，哪怕拿着电风扇对着去吹，这个地方都没有一种往里面钻的感觉。我说这个就对了，水气只要一重，很多的问题啊就会来找你。咱们很多人之所以感觉难缠，是因为方法没选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会发现啊，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这个蓝氏足贴啊，其实已经帮助了很多人。我把它放在我的橱窗当中，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直接看下面去进行获取。那么今天的视频啊，咱们也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一定要用好。如果今年夏天过了，就要等到明年啊，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好，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每天甩甩手，长长又久久。你知道吗？曾经在公园里面有一个动作非常的风靡，因为这个动作简单做一做就能锻炼到我们的全身。这个动作就是甩手，而且甩手这个动作也在很多的栏目当中啊分享过，很多的一些专家、一些老师都给大家分享过。但是你会发现啊，有很多朋友啊，他还是掌握不住甩手的精髓。我们常见的很多人甩手是这么甩，对不对？就这么甩。在甩的时候，它单纯的就甩到一个手臂。其实你记住，真正的甩手功是什么？它是能让你从我们的上到下都能够锻炼到的，这才是真正的甩手功。我今天会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你们跟我做，不要做多，做10个，身上就会发热，有的朋友会出汗，这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感觉动作有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那么甩手呢，其实有2种甩法啊，一种叫做单甩，一种叫做双甩。那我分别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么单甩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它是能够去伸展到我们讲的叫螺旋链啊，就是整个身体你看像螺旋一样的伸上去，用力量甩下来，这叫做单甩。然后借着这个力，再怎么样甩下来。好，1、2、3。啊，很多朋友看起来感觉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它难是难在它的发力。你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慢慢的把身体，你看，随着我转向，我的脚尖离地侧向一面，然后手往上伸到你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在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要微微的往下沉，整个手啊要瞬间的施力。什么意思呢？把它像鞭子一样的挥打下来啊！你看，1。下来以后，借着这个惯性，身体也转过来了，然后把那个手伸上来。2、3、4、5啊，就这样，非常简单，非常的丝滑。你们在做的时候可以单边的练，比如这样，1，好，慢慢的转到另一边，然后2，注意你的脚要抬起来，3、4啊，就这么去做。刚开始去做的时候，不要追求这个整个力啊要贯通，这么去甩。刚开始追求的时候，就是整个手能瞬间放松下来，往后去一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它整个力量就会很柔顺。那么这是单甩，单甩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它能让你的整个身体啊更柔韧。比如说我常年久坐，我经常啊这个久站，我的身体啊这个旋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困难。比如说有人在后面喊我。人家是转头，我要转半个身子，这么转着才能往后去看到。那你的整个身体的旋转能力啊就变弱了，久而久之，你的人的这个状态就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什么呢？就做单甩，啊，单甩。那么如果说你感觉你的旋转能力挺好，但是呢，我感觉我自己的这个循环的速度变慢了，我们怎么办？我们锻炼身体用双甩，怎么甩？你看啊，
我们把手啊，身子从侧面看一下啊，这个脚啊是一前一后，然后我们手往上的时候后脚抬起来，然后脚往后落，身子往后，这么一甩，像弹簧一样的，看好来，配合吐气。啊，注意看细节啊！你们一定要看细节，看哪里？看手，手往上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像一个绷紧的弓一样，你看，像一个圆月吧。往下的时候，身体往后坐，啪一下，这个身体重量压在我们的后腿上面，腿成立，然后腿再发力，再往前。往上的时候胸挺起来，往下的时候就往后。在这样反复多次以后，它就能把你的整个身体拉开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动作，腿脚手都锻炼到了。所以甩手啊，你别看起来简单，每天就这么甩一甩，这是糊弄呢，糊弄谁啊？糊弄咱自己呢。咱自己每天就怎么样，单手的去甩，双手的去练。你这么去练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同了。很多朋友啊，就是通过了这个甩手啊，什么这高啊、那高啊，你就去甩一甩啊！你听我的，每天没事的时候做一做，就每个手你做一个50下到100下都行啊！这是大伟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希望大家能把它收藏下来，里面的细节非常的多，你们收藏下来反复去看，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才是最棒的。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